Hello， 我是大脸喵。上期视频中呢，分享了 Nanotile 制作无缝贴图的方法，然后就有朋友问我如何制作这个可以重复平铺的单元模型。那这个单元模型呢，是由单个的模型组合出来的。再比如这种单元模型呢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这里呢，就以这个模型为例子来说一下如何制作单元模型。这里呢，就使用 ArrayMesh 来制作，开启 ArrayMesh， 重复这里呢保持默认的2就可以了。接着通过调整下面的 X 的位移来排列模型，然后点击追加新，就会以当前这两个并排的模型为基础去创建一个新的 ArrayMesh。这次呢，调整 Y 方向和 X 方向的位移，最终呢形成这样一个互相堆叠的状态。将变换阶段调到1，就可以调整第一次创建的这个并排的 ArrayMesh。将变换阶段调整到2，就可以调整第二次追加创建的这个 ArrayMesh。虽然呢现在是排列好了，但是模型之间呢还有穿插，千万不要通过调整 Z 方向的数值去修复这个穿插，那样呢会导致后面整个的单元模型无法重复。一定要保证 Z 方向的数值是0，这里要注意一下。这里只需要调整好第一个模型，那么其他的模型呢就会自动跟着一起调整。这就是使用 ArrayMesh 的好处，可以实时的看到边际的效果。调整好以后呢，模型之间就没有穿插了，这就是一个单元模型。最好将模型单独储存一下，以后呢可以随时在这个基础上修改，然后去制作一些变体出来，也是非常方便的不用再重新制作了。如果对效果满意了呢，先将变换阶段调整到1，点击下面的生成网格，接着再点击一下，这就生成了真正的模型因为之前创建了2个 ArrayMesh， 所以呢这里要点击2次生成网格才能生成真的模型。然后呢就可以使用插入 NanoMesh 的方式去使用这个单元模型了。这就是整个的一个制作思路。NanoMesh 的时候呢，尽量使用适合或者是填充模式，整体的效果呢会好一些，不容易产生缝隙。同样，这里的山纹甲的单元模型也是使用同样的方法制作的。第一层 ArrayMesh 呢是斜着向上这样的一个位移，这是它图案本身的特点要沿着这条边去排列。第二层 ArrayMesh 就是这样的一个向上的位移。通过这种方法呢，我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制作很多不同的效果了。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希望能帮助到你。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的你，我们下期见。